帮表哥打理茶园净赚500万，结果年底分红，他却只甩给我2万块的奖金。他说茶厂是他的，本钱也是他出，而我只简简单单翻个土。可他忘记当初他茶厂濒临考复时怎么求我帮忙呢？你信哥一次，挣10万哥给你分5万，挣100万哥给你分50万，半分都不会差你的。表哥，陈子，算哥求你了，你要是再不帮哥，哥这茶厂就要倒闭了，我一家子老小都要喝西北风去了。那好吧，我帮你。陈子，成了，刚刚有老板签单了，这单咱们纯挣10万。好兄弟，你真是哥的救命恩人。等着，哥这就给你算分红，1分都不会少你的。陈子，刚签了个100万的大单，这几天抓紧安排人手采茶，别耽误了交货。放心，你的那份哥少不了你的。陆晨，好好干，别出岔子，干得好，哥给你加薪。好的，哥。陆老板，我敬你一个，我干了，你随意。陆老板，你今年可是市里新锐农业标杆，以后发达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些老兄弟。好说好说，喝酒喝酒。是啊。这3年，我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改良土壤，优化制茶工艺，把他濒临破产的烂茶厂做到年赚500万。可这场庆功宴，没人提我一句功劳。表弟，这3年辛苦你了，这里是2万块，算是你的遣散费。茶厂能有今天，全靠我眼光好，会经营。你这点力气活，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以后你就不用来茶厂上班了。听到500万只分我2万时，我没有变动，毕竟这几年我早就从陆明的种种表现里察觉到了，所以我没有废话，拿起钱就走。表哥，我知道了，从明天起我不会再去你的茶厂了。陆明，我会让你后悔的，属于我的，我会1000倍万倍全部拿回来。还是阿明有本事，年纪轻轻就成了大老板，是我们林家的光啊！就是阿明给你2万块都够抬举你了，你还不知好歹，甩脸子走人，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不像某些人读了个大学回来，还不是给人打工，最后连饭碗都保不住。要不是阿明，你这3年早都饿死了，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陆晨，做人要懂得知足感恩，眼里不能只认钱。你每天松几块土，阿明就给你2万块。你出去打听打听市场，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儿子是技术入股，茶厂盈利最少有我儿子1半功劳。技术？种地还要啥技术？那不就是浇点肥、喷点药的事儿？出去跑生意拉订单，还不都是阿明的功劳？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爷爷是10里8乡有名的老茶人，一生信奉只茶先做人。可如今的林家早已没了半分本分。既然如此，这个家也没什么留下的必要了。好，既然大家都觉得是我拖了家族后腿，沾了陆明的风，那从今天起，我陆晨和在座的各位再无半分血缘关系。你们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不配做林家的后人。你们记住，顶级的制茶技艺从来不在厂房和设备里，全在我陆晨的脑子里。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去帮陆明那个白眼狼。没事的妈，反正我也早都想自己出来创业当老板了，这次就当提前分家了。反正我有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我从房梁上取下一个樟木箱子，里面是爷爷留下的古法茶经和3本厚厚的土壤笔记。古法茶经是爷爷一辈子的心血，从茶树种植、土壤养护到古法杀青、揉捻干燥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还有爷爷独创的发酵菌群配比秘方，而那些笔记是我在茶厂3年积累的所有数据，从本地气候、水质、土壤酸角度到不同茶树的生长习性，应有尽有。陆明以为我傻，只知道给他当廉价劳动力，却不知道茶厂成功的关键在我，我在哪儿，钱就在哪儿。我推开窗，看向村东头那座孤零零的荒山——黑龙岭。黑龙岭在村里人眼里是一块不祥之地，这里全是板结的红土，碎石遍地，寸草不生。老一辈人说这里风水极差，是死地，几十年来没人敢碰。可在我眼里，这里却是一块能种出顶级好茶的聚宝盆。黑龙岭海拔800米，常年云雾缭绕，山泉水富含矿物质，昼夜温差大，是种植顶级云雾茶的黄金地带。唯一的问题就是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对我来说简直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问题。我拿出纸笔，连夜写下了黑龙岭承包申请书，每一个字都像是金灿灿的茶种向我招手。我要承包黑龙岭的消息一夜传遍了整个村子。你们听说了吗？陆晨那小子疯了，要去包黑龙岭，可不是吗？被陆明赶出来，受刺激了吧？那地方连草都不长，还能种茶？我看他就是读书读傻了，异想天开，最后非得饿死在山上。陆晨真是脑子坏了，丢尽了我们老林家的脸面。消息传到陆明耳朵里，他更是得意忘形。
当天下午，就开着新买的奔驰大 G， 带着一群狐朋狗友来到了黑龙岭山脚下。他们在路边摆开了香槟和零食，开启了派对。我的好表弟，你要是真饿死在这荒山上，哥每年清明节一定多给你烧2斤化肥。要说还是咱陆总心善呐，来都来了，咱也都给表弟送点见面礼啊。我对他们的挑衅和嘲笑充耳不闻，握紧手里的十字镐，用尽全身力气砸向坚硬的岩石，岩石碎裂飞溅，露出下面深藏的红色土地。这是我开荒的第一镐，也是我向命运宣战的第一镐。可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陆晨，我把城里的工作辞了，回来陪你开荒。林婉，我的初恋女友。黑龙岭的开荒比想象中难得多，这里的红染板结得像石头一样。pH 值严重超标，盐碱化极其严重，土里全是碎石和矿渣，连最耐旱的野草都无法存活。我和林婉每天天不亮就得上山，先雇了挖掘机清理大块的岩石，再用手一块一块捡走地里的碎石。每天下来，两个人都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破了长了破。可林婉一句都没抱怨，看着她缠着纱布的手，我心中又感动又坚定。我知道，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哪怕村里人都嘲笑我疯了，说我放着高科技不用，非要在荒山折腾，也有老人看不下去，劝我用点化肥，别搞什么土壤发酵了。可只有我知道，黑龙岭的土壤用化肥只会越用越板结，而我要做的是用最生态的方式重新唤醒这片土地。接下来的时间，我跑遍了周边乡镇，去养羊场收购发酵好的羊粪，去山里收集落叶和枯枝，去榨油厂收茶籽饼。我按照爷爷古法茶经里的配比，加上自己培育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在茅草棚旁边建起了堆肥场。3个月后，我挖开堆肥覆盖的土壤，原本坚硬泛白的红脸变成了松软透气的黑黄色团粒结构。我攥起一把土，泥土淡淡的清香萦绕在鼻尖。陆明的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土壤改良的进度远超预期，可我的积蓄也彻底见了底。挖掘机租赁、堆肥原料、菌剂培育、工具采购，每一项都要花钱。不到4个月，我从茶厂贷出来的2万块积蓄就花得一干二净。我最先想到去信用社贷款，用我的承包合同和茶厂方案做抵押。用荒山做抵押，小伙子，你别开玩笑了，别说10万，就是1块钱我也不可能贷给你。这钱贷给你就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行了，别打扰我们正常工作了。我真的是有技术的，你有技术你找别人去，我这没钱。我这个技术真的是可以的。无论我怎么解释自己的技术和方案，怎么保证还款能力，行长都不为所动，最后直接让保安把我赶出了信用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亲戚借钱，可当初在祠堂里是我自己签下的断亲书，现在根本没人愿意理我。消息传到陆明耳朵里，他开着大 G 耀武扬威地来到我家门口。怎么样呀，表弟？现在认清自己是个窝囊废了吗？离开我，你就只能饿死。这样吧，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你跪下学2声狗叫，我就再借给你2万块。滚！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混蛋1分钱！快滚！好心当成驴肝肺，有你们回来求我的那天。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混蛋1分钱！滚呗！笑着笑着，我就笑不出来了。账户上只有300块了。难道我的梦想就真的要这样夭折在起点吗？就在这时，林婉把一张卡片放进了我的手心。陆晨，这里面有30万，是我工作这些年攒的，你拿着，先用着。婉婉，这不行，这是你全部的积蓄，万一失败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就算失败了，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城里打工，从头再来，我陪你。我看着林婉温柔的笑脸，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我就算豁出性命，也绝对不会辜负眼前这个女孩。有了林婉的30万，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推进自己的种植计划。3个月的时间，在复合菌群和有机肥的滋养下，黑龙岭这片沉寂了几十年的荒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奇迹。黑龙岭原本板结贫瘠的红土，彻底变成了肥沃的黑褐色生态土。我把土壤样本送去省农科院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土壤有机含量达到了 6.8%， 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含量远超国家1级良田的标准， pH 值完美适配喜酸性的茶树生长。村长王大爷跟着我上山，看到眼前松软的黑土地，看着漫山遍野长满了固氮的苜蓿草，惊得嘴巴都合不上。老头子，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想过黑龙岭这片死地
竟然还能被盘活。疯子，你真是个神仙啊！村里人都说你疯了，现在看来是我们这些老东西眼界太窄了。我望着眼前肥沃的土地，心里满是希望。土壤达标，我立刻启动了茶苗引进计划。我没有选择本地常见的普通茶种，而是带着所有的积蓄，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远赴福建峰顶的核心茶苗基地，引进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度苛刻，但市场价值连城的极品白化茶苗云雾金针。云雾金针是顶级的名优茶种，只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云雾山区，对土壤、水质、光照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国内很少有人敢大规模种植，可我知道，只有这样的顶级茶种才配得上黑龙岭的这片土地，才能在高端市场杀出一条血路。茶苗基地的老板听说我要在荒山上种云雾金针，都劝我三思。小伙子，几十万的茶种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还从来没听过有人能在荒山上种出云雾金针呢。那就来让我当这个第一人吧。我态度坚决，当场签下了采购合同，包下了整个基地最好的一批茶苗。3天后，我领着冷链货车缓缓驶到了黑龙岭山脚下。我亲手捧着第一株带着营养土的茶苗，小心翼翼地种进了黑龙岭的黑土地上。而就在我小心翼翼开荒种茶时，陆明却给自己埋下了隐患。靠着我打下的底子，茶厂第1年就赚了500万，这让陆明彻底飘了。他觉得种茶赚钱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技术，只要有地有苗就能躺着收钱。为了快速扩大规模，赚更多的钱，他不顾身边人的劝阻，一口气在周边承包了1000亩良田，全部推平种上了茶树，扬言要做全省最大的茶叶企业。可他根本不懂茶树种植的基本逻辑，为了让茶苗快速长大，缩短生长周期，提前上市赚钱，他完全不顾国家食品安全规定，疯狂地给茶树喷洒催生剂、膨大剂、生根剂，恨不得让茶苗一夜之间长成大树。陆总，不能再这么喷药了，除草剂会把土壤毁掉的。催生剂喷多了，茶叶不仅口感差，还会有农残，到时候卖不出去的。你懂个屁！老子花钱雇你是让你干活的，不是让你教我做事的。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不想干就滚蛋！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陆明却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每天不是在酒局上应酬，就是在办公室里算着自己未来能赚多少钱，完全没意识到灭顶之灾正在悄悄降临。直到陆明在酒桌上和经销商签下了一笔500万的供货合同，约定3个月后交明前茶。放心吧，老板，绝对保质保量，按时交货。他带着醉醺醺的酒气回到茶园，当天就给工人下令加大催生剂的喷洒剂量，老子要发财了。而我的茶园走了一条和陆明完全相反的路，我始终坚守着爷爷只茶先养土，养土先养心的理念。从种下第一株茶苗开始，就没碰过一滴化肥，一粒农药。为了保证茶树的水分供给，我花了大价钱把黑龙岭深处的山泉水通过管道引到了茶园里，搭建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精准控制每一株茶树的浇水量。为了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我在茶园里套种了苜蓿草和紫纹灰，定期割倒翻压到土里，做成绿肥。每天凌晨天不亮，我就会背着竹篓上山巡园，查看茶树的长势，记录温度、湿度、叶片的生长状态，每一株茶树的情况我都了然于心。晚上，我就在茅草棚里研究爷爷的古法茶经，优化制茶工艺，常常熬到深夜。林婉一直陪在我身边，帮我记录数据，打理茶园的日常，学着辨认茶树的病虫害，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期间，陆明来了茶园好几趟，嘲笑我没苦硬吃，拿一笔100万的合同钱来羞辱我。怎么样？老子早说了，离开你，老子照样能挣大钱。可你离开老子，一辈子都出不了头。我不予理会，时间会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春去秋来，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第2年的清明前，黑龙岭的茶园迎来了第一次试采。茶山上，凌晨的云雾还没散去，我带着林婉，背着竹篓，小心翼翼地采下了茶树顶端的单芽头，芽头饱满肥嫩，带着白毫，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光泽。当茶叶干燥完成的那一刻，浓郁的兰花香和豆香瞬间迸发出来，顺着山风飘了出去，弥漫了整个山谷，连山下的村子里都能闻到这股绝美的茶香。大陈子，你这是什么茶？怎么这么香啊？今年头批的新茶，大家都来尝尝。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茶。我在黑龙岭种出好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陆明的耳朵里，可陆明根本没放在心上，甚至觉得可笑。他当着茶厂员工的面不屑地嗤笑，就他那几亩破茶山，
能种出什么好东西？1年的产量还不够我一个车间塞牙缝的，也敢出来丢人现眼。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了自己千亩茶园的航拍图，还有和各路老板的合影，文案写着：某些人种了几棵歪瓜裂枣的茶树，就以为自己是茶王了，殊不知行业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几杯茶就能跨进来的。规模为王，渠道为王，等着看我怎么垄断整个高端茶市场。朋友圈下面，一群酒肉朋友和趋炎附势的亲戚纷纷点赞评论，奉承他格局大有远见，跟着一起嘲讽我不自量力。这天晚上，陆明在本地最豪华的酒店摆了酒局，邀请了市里的茶叶经销商和行业协会的人。酒过3巡，陆明喝得面红耳赤，拍着桌子大放厥词：我告诉你们，下个月南方最大的茶商陈总就要来我这里考察，我已经跟他的助理约好了，只要签下他的1000万大单，整个市里的高端茶市场就是我陆明的天下。他端起酒杯，满脸得意，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渠道都锁死，陆晨那小子的茶就算再好，也别想卖出去1斤。他想跟我斗，还嫩了点。在座的经销商们纷纷举杯附和，说着陆总威武，以后全靠陆总带我们赚钱。没有人提醒他，茶叶的核心永远是品质，更没有人告诉他，他引以为傲的规模正在变成压垮他的枷锁。酒局散场，陆明坐在车里，给陈总的助理打去了电话，再次确认了考察的时间。挂了电话，他看着窗外黑龙岭的方向，眼里满是阴狠。陆晨，你蹦跶不了几天了，约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南方顶级茶商陈总带着自己的采购和品控团队，专程从广州飞到了本地，第一站就来到了陆明的民丰茶厂。陆明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茶厂门口挂着巨大的欢迎横幅，红毯从门口一直铺到了车间，毕恭毕敬地把陈总一行人迎进了豪华的会客室，拿出了自己茶厂里最好的名前茶，亲手泡给陈总品尝。陈总，您尝尝，这是我们厂今年最好的头春茶，全是单芽头，口感绝对顶级。陆明满脸谄媚地笑着，等着陈总的夸赞。陈总端起茶杯，先闻了闻茶香，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轻轻抿了一口茶汤，在嘴里漱了漱，立刻吐到了旁边的沸水桶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陆总，这就是你说的顶级好茶。陈总的声音冷了下来，茶汤入口苦涩，没有半分回甘，还有明显的化学农药残留的刺鼻感，茶汤浑浊，叶底杂乱。这种品质的茶，别说进我们的高端商超，就连普通的批发市场都不会收。品控团队也当场拿出了便携检测设备，检测结果显示，这款茶的农残指标有3项超出了国家标准，完全不符合陈总公司的采购要求。陆明的脸瞬间变得惨白，额头冒出了冷汗，连忙解释：陈总，您再尝尝别的，我们还有更好的，这只是样品。不必了。陈总站起身，语气里满是失望，我们只做高端有机茶，你的茶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合作的事就不用再谈了。说完，陈总带着团队转身就走，陆明怎么挽留都没用。一行人走到茶厂门口，正要上车离开，正好碰到林婉下山给父母送刚制好的云雾金针，他背包的拉链没拉严，干茶的香气顺着风飘了过来，那股清冽馥郁的兰花香瞬间抓住了陈总的鼻子，他猛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林婉，眼睛瞬间亮了。陈总快步走到林婉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语气急切地问：姑娘，请问你包里的茶是哪里来的？能给我闻一下吗？林婉愣了一下，看着眼前气质儒雅的陈总，还是从包里拿出了一小包刚制好的云雾金针干茶，递给了他。陈总接过茶包，打开封口的瞬间，浓郁的兰花香混合着清甜的豆香迸发出来，他的眼睛越来越亮。他立刻让助理拿出随身携带的茶具和矿泉水，当场冲泡了一杯。沸水注入，芽头在杯中缓缓舒展，根根直立，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茶汤金黄透亮，没有一丝杂质。陈总端起茶杯，细细品了一口，闭上眼睛，足足半分钟才睁开，满脸的震撼和惊喜。顶级，绝对是国内顶级的好茶。陈总激动地说，鲜爽度、香气、回甘全都是满分，没有一丝浓残的杂味。姑娘，这茶到底是谁做的？在哪里种的？林婉如实告诉了他，这茶是我在黑龙岭种的，用的是古法生态种植。旁边的陆明脸都绿了，连忙上前阻拦：陈总，您别听他胡说，那就是个荒山，种不出什么好东西，这茶肯定是他用别的茶冒充的，是不是冒充的？去看看就知道了。陈总根本不理会陆明，立刻让助理开车。姑娘，能带我们去一趟黑龙岭吗？我们想亲眼看看茶园。林婉点了点头，带着陈总一行人驱车直奔黑龙岭。车子开到山脚下，陈总下车，看着漫山遍野的生态茶园，看着茶树间套种的中草药，看着潺潺流淌的山泉水滴灌系统，看着没有一点农药痕迹的茶园，当场就被震撼了。我听说了消息，从茶园里迎了出来。陈总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陆先生，你的茶园，你的茶彻底颠覆了我对内地茶叶的认知。在茅草棚里，我用山泉水给陈总一行人完整冲泡了云雾金针的全流程，从干茶、汤色、香气、口感、叶底，每一项都无可挑剔。品完茶，陈总当场拿出了合作协议。陆先生，我代表我们公司和你签订全年独家包销协议，所有的云雾金针，我们以市场价5倍的价格全部收购。我看着协议，又看了看身边的林婉，最终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握手合作。陆明站在山脚下，看着山上的场景，气得浑身发抖，狠狠一拳砸在了车门上。陈总以5倍价格包销我所有茶叶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村子里炸开了锅。一夜之间，全村都沸腾了。曾经嘲讽我疯了，说我会饿死在山上的村民们，纷纷提着鸡蛋、腊肉、自家种的蔬菜上山来找我，态度180度大转弯。陆晨啊，以前是叔不对，不该说那些风凉话，你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陆总，
你看我们家也有几亩地，能不能跟着你种茶？你教教我们技术，我们都听你的。是啊，陆总，你带着我们一起赚钱吧，我们再也不跟着陆明瞎混了。面对村民们的热情，我没有摆架子，也没有记恨之前的嘲讽，耐心地接待了每一个人，给他们讲解生态种植的理念。我答应他们，只要愿意按照标准种植，我就统一提供茶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包销。村民们都高兴坏了，纷纷表示要跟着我干。而另一边，陆明的茶厂却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给经销商供应的催生茶，因为农残严重超标，口感极差，被所有大客户集体退货，不仅收不回货款，还要按照合同赔偿巨额的违约金。每天，茶厂门口都围满了拉着横幅讨债的经销商，横幅上写着“陆明黑心商家，还我血汗钱”，吵吵嚷嚷，把茶厂的大门都堵死了。银行也收到了消息，知道陆明的茶厂出了问题，信贷部的工作人员专程上门，催他偿还到期的贷款，告诉他如果不按时还款，就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查封他的茶厂和房产。陆明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门，不敢接电话，看着窗外密密麻麻的讨债人群，把办公室里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满地的玻璃碎片和狼藉，像极了他此刻支离破碎的人生。陆明瘫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机里我茶园丰收的视频，眼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恨，却没有半分对自己的反思。陆晨，你给我等着，敢在背后阴老子，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就在我的合作社步入正轨，村民们都忙着开荒种茶的时候，市气象局发布了一条紧急红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未来15天，本市将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最高气温将突破42摄氏度，无有效降雨，局部地区将出现重度气象干旱。这条预警让整个茶区都慌了，茶树喜事怕旱，持续的高温干旱会导致茶树缺水枯萎，甚至大面积死亡。对于茶农来说，这是灭顶之灾。预警发布的当天，我立刻停止了所有的非必要工作，召开了合作社全体村民大会，启动了最高级别的抗旱应急预案。乡亲们，这次的干旱非同小可，我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保住我们的茶园，保住我们的心血。我站在台上，有条不紊地给大家分配任务。第一组由我带队，连夜采购遮阳网和防旱物资，给所有的幼年茶树搭建遮阳棚。第二组由王叔带队，检修所有的滴灌管道和深井水泵，确保供水系统万无一失。第三组由林婉带队，统计所有茶园的土壤伤情，制定精准的浇水计划，24小时轮班值守，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疏漏。村民们都经历过干旱的厉害，没有人敢懈怠，领了任务立刻就行动起来。当天下午，所有的遮阳网、水泵、水管就全部采购到位，全村人一起上阵，连夜在茶园里铺设。我身先士卒，带着村民们在茶园里搭建遮阳网，从下午一直忙到凌晨。凌晨3点，其他人都换班休息了，我还带着技术人员在茶园里巡查，调整滴灌的水量，检测土壤的湿度，确保每一株茶树都能浇到水。林婉陪着我一起巡查，看着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心疼的让他休息一会儿，我却摇了摇头。这些茶树是全村人的希望，我不能让他们出事。天边泛起了鱼肚白，第一波高温即将来袭。我站在山顶，看着漫山遍野的茶园，眼神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必胜的坚定。整个茶区都因为干旱预警人心惶惶，忙着抗旱保茶的时候，陆明却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此时的他正躲在城里的酒吧里，用仅剩的一点钱买醉消愁，身边围着几个还没离开的酒肉朋友，一边喝着他买的酒，一边说着奉承话，给他灌迷魂汤。陆总，不就是一点干旱吗？有什么好怕的？您的1000亩茶园底子那么厚，这点高温算什么？就是那些农民就是没见过世面，一点风吹草动就慌了。陆总，您是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再说了，您的茶树都打了催生剂，根系发达得很，抗旱能力强得很，根本不用怕。这些话正好说到了陆明的心坎里，他端起酒杯，一口闷掉了整杯白酒，得意洋洋地说：“还是你们懂我。我告诉你们，那破气象局的预警就是吓唬人的，年年都喊干旱，哪年真出事了，就算真的不下雨，我那1000亩茶园浇水就完事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旁边有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小声提醒他：“陆哥，要不你还是回茶厂看看吧，安排工人浇水抗旱，不然真的出事了就来不及了。”这话瞬间惹恼了陆明，他把酒杯狠狠砸在桌子上，指着那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他妈乌鸦嘴说什么呢？会不会说话？老子的茶园好得很，用不着你在这里瞎操心，不想喝就滚蛋。”那人被骂得脸色煞白，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酒吧。剩下的人继续奉承着陆明，陪着他喝酒狂欢，从下午一直喝到凌晨，喝得酩酊大醉。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茶厂里工人早就因为欠薪跑光了，茶园的灌溉系统早就坏了没人修，几百亩茶树正在烈日的炙烤下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更不知道这场50年一遇的大旱会彻底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陆明喝得烂醉如泥，趴在酒吧的桌子上，嘴里还念叨着老子是茶王，完全没意识到窗外的气温正在一步步飙升。特大干旱如期而至，连续半个月，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气温稳定在42摄氏度以上，地面被晒得发烫，鸡蛋放在上面都能煎熟，村里的小河都干涸了，土地裂开了手指宽的缝。可就在这样的极端天气里，我的黑龙岭茶园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得益于提前搭建的遮阳网，有效阻挡了强光直射，茶树的叶片依旧翠绿饱满。完善的滴灌系统，每天凌晨和傍晚精准地给茶树补充水分，山泉水带着矿物质滋养着茶树的根系。茶园里套种的绿肥和中草药锁住了土壤里的水分，有机质含量高的黑土保水能力是普通红壤的3倍。
整个茶园安然无恙，甚至因为充足的光照，茶树的长势比之前更好，芽头更加饱满。我带着村民们24小时轮班值守，每天检测土壤伤情，调整灌溉方案，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茶园，还帮周边的散户茶农搭建了临时的灌溉系统，保住了他们的茶树。而陆明的茶园却是一片人间地狱，因为长期滥用除草剂，茶园里寸草不生，土壤板结的像砖头一样，完全存不住水。高温一晒，地表温度直接突破60摄氏度，茶树的根系被活活烫死。灌溉系统早就坏了，工人也跑光了，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管护。茶树的叶片先是发黄卷曲，然后干枯发黑，大面积枯死。短短半个月，陆明的几百亩投产茶园几乎全军覆没，刚种下去的茶苗更是死的一颗不剩。原本郁郁葱葱的茶园变成了一片焦土，风一吹，漫天的尘土，看不到一丝绿色。陆明酒醒之后赶回茶厂，看到眼前的景象，瞬间瘫倒在地。他疯了一样跑到茶园里，抱着枯死的茶树，拼命的摇晃，可干枯的叶片一碰就碎，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陆明跪在焦黑的茶园里，看着远处黑龙岭上郁郁葱葱的茶园，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声音嘶哑，却没有人理会。干旱带来的绝收成了压垮陆明的最后一根稻草。银行在得知茶园绝收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陆明立即偿还所有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法院很快做出了判决，查封了陆明的茶厂、房产和名下所有的资产。他那辆新买的奔驰大 G 也被法院拖走拍卖，用来偿还贷款。经销商的违约金、工人的欠薪、供应商的货款，所有的债务都集中爆发，加起来足足有上千万。每天都有人上门找他讨债，曾经围着他转的亲戚朋友，现在看到他就躲，生怕他开口借钱，连他的亲姐姐都把他拉黑了，不肯接他的电话。更让他绝望的是，那个天天喊着海哥我爱你，跟着他吃香喝辣的女友，在得知他破产之后，连夜收拾了他保险柜里仅剩的一点现金和值钱的首饰，跑路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拉黑，从此杳无音信。一夜之间，陆明从风光无限的千万富翁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他名下的所有资产都被强制执行，无家可归，只能躲在村里废弃的旧牛棚里，靠着捡别人扔的剩饭剩菜度日。这天晚上，天降暴雨，牛棚四处漏雨，陆明蜷缩在角落里，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他抬起头，透过破洞的屋顶，看到对面黑龙岭上合作社的办公楼灯火通明，隐约能听到村民们的欢声笑语。他想起了3年前，是我帮他把濒临破产的茶厂盘活，是我没日没夜的帮他打理茶园，是我把所有的技术都交给了他，可他却过河拆桥，用2万块钱把我扫地出门，还处处嘲讽，处处针对。如果当初他能好好对待我，能听进去我的劝告，不滥用农药，不盲目扩张，现在的他应该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陆总。可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悔恨的泪水终于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混着雨水打湿了他破烂的衣服。可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陆明狠狠扇了自己10几个巴掌，嘴角流出了血，却依旧止不住汹涌的悔恨。干旱过后，迎来了春茶的大丰收。陈总的冷链车一辆接一辆的停在黑龙岭山脚下，合作社的村民们背着竹篓，在茶园里忙碌地采摘着明前茶芽，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一季的云雾金针品质远超去年，产量也翻了好几倍。陈总按照合同以5倍的市场价全额收购，仅这一季我就净赚了800万。赚了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买房买车，而是正式注册成立了云雾生态农业合作社，把全村的村民都吸纳进来。我制定了统一的生态种植标准，免费给村民们提供茶苗，免费培训种植技术，免费提供有机肥。所有村民种出来的茶叶，只要符合标准，合作社全部以保底价统一收购，绝对不让村民承担市场风险。村民们踊跃报名，第一天就有上百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曾经对我冷嘲热讽的人，现在都一口一个陆总，发自内心的敬佩。就在合作社成立的当天，当初在家族祠堂里和我断绝关系，处处嘲讽我的那些亲戚，提着名贵的烟酒、水果和礼品堵在了合作社的门口。为首的2姨和3舅一看到我就立刻换上了谄媚的笑容，哭着喊着凑了上来：“阿晨啊，以前是2姨不对，2姨给你道歉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这些老糊涂一般见识。”“是啊，阿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你现在出息了，可不能忘了家里人啊！你就拉我们一把吧，让我们加入合作社，我们也想跟着你种茶赚钱，以后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他们，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当初在祠堂里，是你们当着祖宗的面和我断绝了亲缘关系，说我丢尽了林家的脸。现在看我赚钱了，又来认亲戚了。晚了，我的合作社只收真心想做事的乡亲，不收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人。说完，我让保安关上了合作社的大门，把这群亲戚连同他们带来的礼品一起拒之门外。亲戚们灰溜溜地站在门口，满脸的尴尬和悔恨。我转身走进茶园，一次也没有回头。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茶叶的产量也越来越高。可我却发现了一个传统制茶行业一直无法解决的痛点：鲜叶萎凋的靠天吃饭。传统的茶叶加工，鲜叶从茶园采摘下来之后，第一步就是萎凋，需要让鲜叶在合适的温度、湿度下缓慢散失水分，激发茶叶的内含物质。这个过程直接决定了茶叶最终的品质。可一直以来，本地的茶农都是靠自然萎凋，把鲜叶摊在竹席上，靠天气自然风干。如果遇到高温天气，鲜叶会因为田间热快速失水、红变，产生发酵味，彻底废掉。如果遇到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鲜叶无法及时散失水分，会产生闷酸味，品质大打折扣。1年之中，能完美符合自然萎凋条件的天气少之又少，很多好的鲜叶都因为天气的原因品质下降，甚至浪费掉。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我知道，要想把茶叶做到极致，就必须打破这个靠天吃饭的瓶颈。我专程去浙江、福建的头部茶企考察，又咨询了省农科院的专家，最终决定斥巨资从国外引进一套现代化的智能鲜叶萎雕恒温室设备。这套设备耗资200多万，很多村民都不理解，觉得我是在乱花钱。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自然萎雕，也照样做茶，花这么多钱搞这个洋玩意儿有什么用？陆总，你不能赚了点钱就飘了呀，这可都是咱的辛苦钱。我没有过多解释，乡亲们，我陆晨用全部身家担保，买这套设备对我们茶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在山脚下建起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安装了这套智能萎雕恒温室。设备启动后，可以精准控制车间内的温度、湿度、通风量和风速。无论外面是高温暴雨，还是严寒酷暑，都能让鲜叶在最完美的环境里完成萎雕过程，最大程度地锁住茶叶的鲜香，激发内含物质。第一批在恒温室里完成萎雕的鲜叶被制作成了干茶，冲泡之后，香气比自然萎雕的茶叶更加浓郁，层次更丰富，鲜爽度和回甘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品质极其稳定，再也不会受天气的影响。我捧着刚制好的茶叶，看着车间里精准跳动的温控屏幕，我知道自己又往前迈了一大步。随着合作社的订单越来越多，茶叶的产量也越来越大，人工挑茶的短板逐渐暴露了出来。传统的挑茶都是靠工人手工挑选，把干茶里的黄片、蕉叶、茶梗、瑕疵叶挑出来，保证茶叶的品相和品质。可人工挑选难免会有疏漏，尤其是在旺季，产量大，工期紧，工人长时间工作，很容易疲劳，难免会有瑕疵叶混进成品里。有一次，一批发给陈总的茶叶里，被品控团队查出了少量的胶边叶，虽然不影响口感，却还是被陈总严肃地提了出来。虽然陈总没有追究责任，可我却把这件事当成了头等大事。我知道云雾金针这个招牌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极致的品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哪怕只有1/1000的瑕疵叶，也会砸了自己的招牌，寒了客户和消费者的心。为了保证绝对的品质，我再次斥资从日本引进了国际顶尖的 AI 光电色选机。这套设备拥有高清微距摄像头和智能 AI 识别算法，能精准识别每一片茶叶的颜色、形状、大小，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胶边、黄片、茶梗，甚至是一点点的杂质，都能被精准识别出来。高速分离剔除，分选精度达到了100%。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的那天，我召集了合作社所有的村民、加工车间的工人，在车间里开了大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启动了色选机，看着瑕疵叶被精准的分离出来，村民们都惊呆了。我拿起话筒，对着所有人立下了铁规：从今天起，我们合作社出产的每一片茶叶都必须经过光电色选机的筛选。我在这里跟大家立下死规矩，宁可少赚几十万，也绝不允许一片瑕疵叶混入云雾金针的招牌里。品质就是我们的命，谁要是敢在品质上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立刻踢出合作社，永不合作。所有村民都齐声附和，掌声雷动。他们知道我的铁规不仅是在保护招牌，更是在保护所有人的饭碗。我按下色选机的启动按钮，机器高速运转，一片片完美的茶叶从出料口缓缓落下，像金色的雨。盛夏雨季过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病虫害席卷了整个南方茶区，罪魁祸首是繁殖能力极强的茶小绿叶蝉。这种虫子只有针尖大小，专门吸食茶树嫩梢的汁液，被叮咬过的茶树芽叶会卷曲、枯萎、脱落，严重的会导致茶树绝收，甚至整株死亡。而且这种虫子繁殖速度极快，1个月就能繁殖1代，很快就能蔓延整个茶园，是茶农最头疼的茶树癌症。周边的茶农都慌了神，纷纷去农资店买剧毒农药，背着喷雾器往茶树上喷。为了杀虫，什么农药效果好就用什么，完全不管农残超标，也不管对茶园生态的破坏。甚至有人跑到合作社劝陆晨赶紧买农药杀虫，不然茶园就保不住了。可我却坚决拒绝使用1滴农药。我们做的是有机茶，从种下去的第一天起就承诺过零农残。我在合作社大会上再一次宣布，农药确实能快速杀虫，可一旦用了，我们的茶叶就会有农残，我们坚守的有机底线就彻底破了。我们宁可减产，甚至绝收，也绝对不能碰1滴农药。村民们虽然心里慌，可他们相信我，都纷纷点头，听我的安排。我连夜翻遍了爷爷的古法茶经，又视频连线了省农科院的植保专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生态防治方案，展开了一场硬核的以虫治虫生态保卫战。我首先在茶园里挂满了黄色的物理诱虫板和新诱剂，诱杀成虫，减少产卵。然后从省农科院引进了茶小绿叶蝉的天敌捕食螨。这种捕食螨只会捕食茶小绿叶蝉的虫卵和幼虫，不会伤害茶树，也不会破坏茶园的生态，是纯天然的生物防治方法。每天凌晨湿度最大的时候，我都会带着村民把一袋袋捕食螨均匀地释放到茶树上，24小时轮班观察虫口密度，调整防治方案。整个茶区都在疯狂喷农药，只有我的黑龙岭茶园没有一丝农药的味道，所有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我蹲在茶树下，看着捕食螨在叶片上爬行，眼神里满是坚定。我知道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役。半个月后，生态防治大获全胜，在捕食螨和物理诱杀的双重作用下，茶园里的茶小绿叶蝉被彻底清除干净，没有再扩散蔓延。更让人惊喜的是，那些被茶小绿叶蝉叮咬过的茶树嫩梢不仅没有枯萎，反而产生了奇妙的变化。茶树被茶小绿叶蝉叮咬后，会启动自身的防御机制，产生独特的萜烯类物质，让茶叶拥有了浓郁的蜜香和花果香。这正是台湾顶级名茶东方美人茶的形成原理。只有被小绿叶蝉叮咬过的茶叶，才能做出这种独特的风味。我发现了这个惊喜之后，立刻带着制茶师傅采摘了这些被叮咬过的鲜叶，按照爷爷古法茶经里的工艺，结合现代技术，
进行了反复的调试，最终做出了一款独一无二的东方美人茶。这款茶干茶白毫显露，冲泡之后茶汤橙黄透亮，入口是浓郁的蜂蜜香和蔬果香，还有淡淡的兰花香，绵柔顺滑，回甘持久，没有一丝苦涩，层次极其丰富，哪怕是不懂茶的人喝一口都会被惊艳到。正好赶上省里举办年度茶叶博览会，还有顶级名茶拍卖会，我带着这款东方美人茶参加了展会。展会现场，我的展位前挤满了人，凡是尝过这款茶的人都赞不绝口，引起了全场的轰动。拍卖会当天，我这款1斤装的东方美人茶作为压轴拍品登场，起拍价1万块。话音刚落，现场的收藏家、茶商们就纷纷举牌，价格一路飙升，从1万涨到5万，又从5万涨到8万，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最终，拍卖师一锤定音，这款东方美人茶以1斤10万的天价成交，刷新了省内茶叶拍卖的最高纪录。全场掌声雷动，闪光灯不停闪烁，我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茶行业。拍卖会后，无数的茶商和收藏家找到我，想要订购这款东方美人茶，可我却笑着摇了摇头。这款茶可遇不可求。陆明得知这一切后，愣了许久。此时的陆明已经彻底走投无路了。他不仅欠了银行和经销商的巨额债务，还借了高利贷，被催债的人天天追着打，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住的破牛棚也被催债的人砸了，走投无路，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听说我的茶拍出了天价，他觉得自己抓到了救命稻草。他觉得我能赚这么多钱，肯定是有独家秘方，只要拿到这个秘方，他就能翻身，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于是他换了一身稍微干净点的衣服，跑到了黑龙岭合作社的门口，看到我从里面出来，他立刻冲了上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周围的村民和工作人员都围了过来，对着他指指点点。陆明却毫不在意，一边狂扇自己的巴掌，一边痛哭流涕的忏悔：“阿晨，表弟，哥错了，哥以前不是人，哥忘恩负义，哥对不起你。”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求你拉哥一把，给我一口饭吃，把你做东方美人茶的秘方给我，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我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陆明，眼神里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失望。我太了解陆明了，从始至终，陆明都没有真正悔改。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是快速赚钱的秘方，是用来还高利贷的筹码。陆明，你起来吧，秘方我不可能给你，我当初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你今天落到这个下场，全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你想翻身，就靠自己的双手去干活，而不是跪着求别人的秘方。说完，我对着保安挥了挥手，让保安把陆明架了出去，再次扔在了合作社的大门外，无情地关上了大门。陆明被扔在路边，看着紧闭的大门，脸上的忏悔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怨毒和狠戾。被我赶出来之后，陆明不仅没有醒悟，反而更加怨恨。他认定他所有的下场都是我造成的，如果不是我种出了好茶，抢走了所有的渠道和风头，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黑市的商人找到了他。我知道这个商人一直觊觎我的核心发酵菌剂配方，多次想派人去偷，都没能成功。后来他打听到陆明是我的表哥，熟悉黑龙岭的情况，又被逼入了绝境，正好可以利用。商人给陆明开出了条件，只要他能从我的冷库里偷到核心发酵菌种的母种，就给他100万现金，不仅能帮他还清所有的高利贷，还能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100万这个数字彻底冲昏了陆明的头脑，被高利贷逼入绝境的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恶向胆边生，答应了黑市商人的要求。接下来的几天，陆明偷偷躲在黑龙岭附近的树林里，踩点观察，摸清了合作社的监控布局、保安的巡逻时间和路线，还有冷库的位置和门锁结构。他发现黑龙岭的安防系统极其完善，全山覆盖了物联网监控，冷库还有红外报警系统，唯一的漏洞就是后山的铁丝网，那里是监控的盲区，而且靠近冷库。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陆明开始行动了。狂风呼啸，暴雨倾盆，雷声掩盖了所有的动静。他穿着黑色的雨衣，带着钳子和撬锁工具，偷偷摸到了后山的铁丝网边，用钳子剪断了铁丝网，钻了进去。他躲过了巡逻的保安，避开了监控摄像头，一步步靠近了冷库，一路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很快，他就站在了冷库的大门前，手里拿着撬锁工具，伸手握住了冷库的门把手。他的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仿佛100万现金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陆明撬开了冷库的大门，闪身走了进去。冷库的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黑暗吞噬了他的身影。冷库里漆黑一片，只有设备运行的指示灯散发着微弱的绿光。陆明打开手电筒，借着微弱的光线在冷库里翻找起来。很快，他就在恒温培养柜里找到了装着核心发酵菌种母种的试管。他拿起试管，看着里面的菌群，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还清债务、远走高飞的场景。可就在他把试管放进怀里，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冷库的红外警报瞬间骤响，刺耳的警报声穿透了暴雨，响彻了整个黑龙岭。几乎是同时，冷库的灯光全部亮起，全山的物联网监控瞬间锁定了他的位置。保安室的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他的一举一动。不到1分钟，合作社的保安和值班的村民就拿着手电筒和工具冲了过来，把冷库的大门堵得严严实实。陆明瞬间慌了神，手里的试管差点掉在地上。他想从后门逃跑，可后门早就被锁死了，无路可逃。冷库的大门被打开，我带着人走了进来，看着被围在中间，手里还拿着菌种试管的陆明。陆明，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一次次放弃，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陆明脸色惨白，腿一软，瘫倒在地，手里的试管掉在了地上，
幸好没有摔碎。保安立刻上前把他按在了地上，人赃并获。看着被按在地上的陆明，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拿出手机报了警。你好，我要报警，有人盗窃商业机密，金额重大。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带走了陆明。这起涉案金额巨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加上陆明之前还涉及经济犯罪，数罪并罚，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锒铛入狱。消息传开，村里没有人同情他，所有人都说这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警车闪着警灯，驶离了村子。陆明戴着手铐，坐在警车里，从车窗里看着越来越远的黑龙岭，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可一切都晚了。随着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订单越来越多，茶叶的产量也逐年翻倍。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我面前。为了保证云雾金针的顶级品质，每一批茶叶都要经过光电色选剂的严格筛选，只有最完美的芽头才能进入顶级茶的包装。而筛选下来的 B 级茶，虽然口感、香气和顶级茶没有区别，只是品相稍差，有少量的碎叶，一芽一叶，不符合顶级茶的标准，无法进入高端商超渠道。这些次级茶产量不小，每年都有几万斤。之前我只能把这些茶以极低的价格批发给本地的茶叶经销商，利润极低，甚至有时候卖不出去，只能堆在冷库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我看着冷库里堆积如山的次级茶，心里很是心疼，却一直没想出好的解决办法。我想过做平价口粮茶，可又怕影响云雾金针的高端品牌定位，一直犹豫不决。这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账本发愁。林婉端着2杯自己调的果茶走了进来，把其中1杯递给了我。还在为次级茶的事发愁吗？林婉笑着说：“尝尝我刚调的茶，用我们的次级茶做的，加了点蜂蜜和鲜榨的柠檬汁，味道很不错。”我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眼睛瞬间亮了。茶汤清甜鲜爽，带着茶叶本身的兰花香，还有柠檬的清新和蜂蜜的甜润，口感层次丰富，非常好喝，完全不比市面上的网红茶饮差。晴晴，你这也太好喝了。林婉坐在对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陆晨，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茶饮品牌呢？这些次级茶用来做现泡茶饮，正好合适。我们可以在山脚下开一家新中式国风茶庄，主打零添加、纯天然的纯茶饮品，还有用茶粉做的新中式茶点，既不浪费这些茶叶，又能开辟新的增长曲线，还能给我们的茶园引流，一举3得。我越听眼睛越亮，瞬间豁然开朗，困扰了很久的难题就这样被林婉一句话解决了。我放下茶杯，紧紧握住林婉的手。晴晴，你真是我的福星，就按你说的办，我们现在就开始规划。有了明确的方向，我立刻行动起来。我采纳了林婉的全部建议，成立了茶饮品牌部，由林婉担任负责人，全权负责茶庄的筹备工作。从门店设计、产品研发、人员培训到供应链搭建、品控标准制定，林婉都做得一丝不苟。门店设计上采用了新中式国风的风格，白墙黛瓦、原木结构，融入了茶叶和山水的元素，和黑龙岭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既有格调又接地气。产品研发上，以云雾金针等自有茶叶为基底，主打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添加的纯茶饮品，搭配用茶粉和本地食材制作的茶点，健康又好吃，价格也非常亲民，最低只要几块钱一杯。经过2个月的筹备，黑龙岭茶庄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旁正式开业了。开业当天，没有搞奢华的开业仪式，也没有花钱打广告，只是在合作社的门口贴了一张海报，告诉村民们茶庄开业，全场饮品买1送1。可没想到，开业当天茶庄就爆火了，村里的村民们还有来茶山游玩的游客都纷纷过来尝鲜。大家喝了茶庄的茶饮之后，都被惊艳到了。纯正的茶香，没有工业香精的齁甜，清爽解腻，价格还这么亲民，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太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茶味啊，比城里那些网红奶茶好喝多了。关键是健康啊，零添加，给孩子喝也放心，价格还这么便宜。这个茶酥也太好吃了，带着茶香，一点都不腻。我要带2盒回去给家人尝尝。口口相传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每天早上茶庄还没开门，门口就排起了长龙，一直到晚上打烊，队伍都没有断过。仅仅开业第1个星期，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不仅彻底消化了冷库里所有的次级茶，甚至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黑龙岭茶庄一夜之间成了本地的网红打卡地，很多人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就为了喝一杯这里的纯茶。晚上打烊后，林婉看着账本上的营业额，惊喜地捂住了嘴，对着我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眼里满是星光。黑龙岭茶庄的爆火很快就引起了千万级打假网红铁头的注意。铁头是全网知名的打假博主，专门曝光网红产品的虚假宣传、食品安全问题，粉丝上千万，以言辞犀利、较真敢说著称。他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黑龙岭茶庄好评，觉得是营销噱头，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零添加、零农残的平价茶饮，带着团队和专业的检测设备，专程从杭州赶了过来，准备做一期网红茶饮翻车现场的视频，狠狠碰瓷揭秘一波。铁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伪装成普通游客来到了黑龙岭茶庄，他偷偷用隐藏摄像头拍摄，把店里所有品类的茶饮、茶点全都买了一份，当场用便携设备做了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所有产品都没有检测出香精、防腐剂、甜味剂，农残指标全部为0。可铁头还是不相信，觉得快速检测不准，又偷偷买了10几份样品，用冷链寄回了杭州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做了全项检测。同时他还带着团队偷偷溜进了黑龙岭的茶园和制茶车间，拍摄了大量的素材，想找到违规操作的证据。可他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生态茶园，没有一滴农药，没有一粒化肥，是干净整洁标准化的制茶车间，
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守食品安全规范。是茶庄的后厨，所有饮品都是现泡现做，只用茶叶、水、新鲜水果和纯蜂蜜，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3天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出来了。报告显示，黑龙岭茶庄的所有产品200多项农残指标全部为0，没有检测出任何香精、防腐剂、人工甜味剂，完全符合宣传，甚至远超国家标准。当天晚上，铁头开启了直播，对着直播间里几百万粉丝，没有做翻车揭秘，反而当场倒戈，把自己的检测报告、拍摄的茶园和车间素材全都展示了出来，疯狂安利黑龙岭茶庄。我铁头打假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么实在的商家，零农残、零添加，口感顶级，价格亲民，这才是真正的国货茶饮，大家一定要去尝尝，绝对不会踩坑。直播结束，黑龙岭茶庄最良心的网红茶饮2个话题直接冲上了抖音和微博热搜，一夜之间火爆全网。铁头的直播过后，黑龙岭彻底火遍了全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这个小山村，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来黑龙岭茶园参观打卡，来茶庄喝茶，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游客多了，住宿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村里只有几家小旅馆，根本接待不了这么多游客。很多游客开车过来，只能当天往返，没办法住下来深度体验。很多村民都看到了商机，想把家里的闲置房屋改成民宿，可又不懂装修，不懂运营，更怕没有客源，一直不敢动手。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没有自己投资开民宿，独吞这块利润，而是把村民们召集起来，开了大会，提出了打造黑龙岭生态民宿村的计划。乡亲们，游客越来越多，民宿是刚需，这是我们大家赚钱的好机会。我站在台上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们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运营，大家把家里的闲置房子拿出来，改成民宿，合作社负责装修设计、人员培训、客源引流，赚的钱绝大部分都归大家自己，合作社只收一点点的运营管理费。我还定下了铁规，所有民宿必须明码标价，绝不允许宰客、欺客，必须统一卫生标准、服务标准，绝不允许出现脏乱差的情况。一旦发现宰客、虚假宣传的行为，立刻踢出民宿村，永不合作。还要上报给市场监管部门。村民们都踊跃报名，纷纷拿出家里的闲置房屋，加入了民宿村计划。我专门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根据每家每户的房屋结构，设计了不同风格的民宿，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又兼顾了居住的舒适度，又免费给村民们做服务培训，教他们怎么接待客人，怎么运营民宿。半年后，黑龙岭民宿村正式挂牌，100多家各具特色的民宿同时开业，合作社的线上预订渠道一上线，房间就被预订一空。国庆假期，所有民宿全部住满，一房难求。加入民宿村的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赚得盆满钵满，最多的一户1个月就赚了10几万。村民们拿着赚来的钱，笑得合不拢嘴。我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看着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红灯笼，看着游客们脸上的笑容，心里满是欣慰。茶叶种植、成品茶销售、线下茶饮连锁，3条赛道都跑通了。可我并没有停下脚步，我知道，要想让产业持续发展，就必须延长产业链，提升茶叶的附加值，挖掘更多的可能性。传统的茶叶加工只利用了茶叶里的水溶性物质，还有大量的脂溶性活性物质都被当成废料扔掉了。而茶叶里富含的茶多酚、茶氨酸、茶黄素、茶多糖等活性物质是高端美妆、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的核心原料，市场需求极大，附加值是成品茶的几10倍，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市场。为了打通这条产业链，我多次前往省农科院，和专家团队反复沟通洽谈，最终达成了战略合作，联合成立了茶叶深加工研发中心。同时，他斥资5000万，在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先进的10万级无菌茶叶深加工工厂，引进了国际顶尖的低温萃取、分离纯化设备。工厂建成投产后，成功从茶叶、茶梗、茶末里提取出了高纯度的茶多酚、茶氨酸、茶黄素等活性物质，纯度达到了98%以上，远超行业标准。这些提取物一投产就收到了大量的订单，国内顶尖的美妆品牌、保健品企业纷纷找上门来，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曾经被当成废料扔掉的茶末、茶梗，如今变成了宝贝，价值翻了几10倍。不仅彻底解决了茶叶加工的废料问题，还为合作社开辟了全新的利润增长点，让茶叶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净。更重要的是，深加工工厂的建成为村里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里，进工厂上班，不用再背井离乡，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家里。曾经的贫困山村，如今不仅有了第一产业的种植，还有了第二产业的深加工，还有了第三产业的文旅和茶饮，形成了完整的3产融合产业链，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一批茶多酚提取物从生产线上顺利下线，被装上冷链车，运往国内顶尖的美妆品牌工厂。我站在车间里，看着运转的生产线，眼里满是星辰大海。村子的后山有一个废弃了10几年的采石矿坑，早年村里为了赚钱，在这里开山采石，把原本郁郁葱葱的山体挖得满目疮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矿坑。后来采石场被关停，这里就彻底废弃了。矿坑壁陡峭危险，水土流失严重，一到下雨天就会发生滑坡和泥石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村里一直想治理这个矿坑，可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专业的技术，村里根本拿不出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天天荒废下去，成了村里的一块心病。我知道这件事后，找到村委会，接下了这个矿坑的生态治理项目。这片山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只向它索取，还要保护它、修复它。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这片土地给予我的，我有义务维护它，
我专门请来了国内顶尖的生态修复和景观设计团队，多次实地勘察，制定了详细的治理方案。利用矿坑的地形落差，打造梯田式的茶海，在矿坑壁上种植爬山虎、凌霄花等攀爬植物，修复山体。在矿坑底部，利用生态水循环技术修建了人工湿地，种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涵养水源。同时，融入了茶文化、生态农业的科普内容，打造集生态修复、农业种植、科普研学为一体的梯田茶海湿地公园。整个项目，我个人出资了800多万，没有让村里出1分钱。经过1年的施工治理，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彻底变了模样，陡峭的矿坑壁被绿植覆盖，郁郁葱葱，一层层的梯田茶海从坑底延伸到坑顶，种满了茶树，生机勃勃。矿坑底部的湿地湖水清澈，水生植物茂盛，成了白鹭、野鸭的栖息地。这里不仅完成了生态修复，还挂牌成为了省级生态农业研学基地，配套建设了科普展厅、研学教室、手工制茶体验坊，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农业从业者来这里参观学习、研学实践。研学基地揭牌仪式上，省农业厅的领导亲手给我颁发了省级生态修复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全场掌声雷动。我的黑龙岭生态种植模式，凭借着极致的品质和完善的标准，被省农业厅高度评价，成为了全省生态农业的标杆。它的合作社也被评为了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成了全国生态茶行业的学习典范。这些年，国内的茶叶行业一直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种植规范混乱、农残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尤其是古树茶、生态茶领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很多商家打着生态茶、有机茶的旗号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了规范行业发展，省农业厅和省茶叶协会经过多次研讨，决定牵头制定全省的生态古树茶种植与加工地方标准。而这个标准的首席专家，他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他们专程来到黑龙岭，邀请我作为首席专家，牵头起草这份地方标准。接到邀请的时候，我既惊喜又忐忑。我知道，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放下了手里的大部分日常工作，带着自己的技术团队，联合省农科院的专家，开始了标准的起草工作。为了让标准更贴合实际，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我带着团队跑遍了全省20多个茶叶主产区，走访了上百家茶企和茶农合作社，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数据。我熬了无数个通宵，结合自己多年的生态种植实践经验，还有爷爷古法茶经理的传统工艺，参考了国内外最严苛的标准，对标准的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数据都反复打磨、反复验证，容不得半分马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份生态古树茶种植与加工标准终于完成了起草，通过了专家评审，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省农业厅联合发布，正式在全省实施。从一个被2万块钱扫地出门的打工者，到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再到整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我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蜕变。标准发布会上，我站在台上，对着台下的行业大佬和媒体记者解读着标准的核心内容，从容淡定，眼里有光。而高墙之内，监狱的农场里，烈日当空，陆明穿着灰布囚服，戴着球帽，正在菜地里干活。他皮肤黝黑，手上抹满了厚厚的老茧，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浑浊，再也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因为商业盗窃和经济犯罪，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在监狱里，他每天都要参加劳动改造，种菜、施肥、浇水，干着最苦最累的农活，吃着最简单的饭菜，过着规律却毫无自由的生活。刚进来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怨恨，怨恨我毁了他的人生，怨恨所有人都不帮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复一日的劳动改造中，他终于静下心来，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想起了当初父亲把濒临破产的茶厂交给他，说主动过来帮他，没日没夜的帮他打理茶园，帮他改良工艺，帮他把茶厂做到年利润500万。可他却忘恩负义，用2万块钱把我扫地出门。他想起了我一次次劝他不要滥用农药，不要盲目扩张，可他却嗤之以鼻，处处针对。他想起了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婪、短视、投机取巧，怨不得任何人。这天中午午休时间，食堂的电视里正在播放省电视台的农业专题节目，专访行业领军人物。电视里的我穿着得体的西装，意气风发，讲述着自己的生态农业理念，讲述着自己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眼里满是光芒。看着电视里光芒万丈的表弟，再看看自己如今的处境，穿着囚服，在监狱里劳改，连自由都没有。巨大的落差让陆明再也忍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悔恨的泪水打湿了囚服的前襟。管教民警走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陆明却哭得更凶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弥补不了当初犯下的错。哭了很久，陆明终于抬起头，看着电视里的黑龙岭茶园，眼神里充满了悔恨，也终于有了一丝清醒。春暖花开，又到了1年采茶季。黑龙岭的万亩茶园里，茶树吐露新芽，漫山遍野的樱桃花、油菜花竞相绽放，粉的、黄的、绿的交织成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花香，沁人心脾。就在这片散发着清香的黑土地上，我为林婉举办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婚礼。这场婚礼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昂贵的钻戒，没有盛大的车队，却有着漫山遍野的鲜花，有着全村人最真挚的祝福，有着我们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婚礼的现场就设在茶园的观景台上，背景是一望无际的万亩茶园，拱门是用茶树枝和鲜花搭成的，红毯两边摆满了村民们自家种的鲜花，路影是一个个装着干茶的玻璃罐，阳光照进去闪闪发光。
我没有穿昂贵的西装，而是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林婉也没有穿奢华的婚纱，而是穿着一身素雅的新中式旗袍，头上戴着用新鲜茶芽和鲜花编的花环，美得不可方物。婚礼的嘉宾没有什么达官显贵，只有合作社的村民们，一路跟随的团队，还有村里的父老乡亲，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把观景台围得水泄不通，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真挚的笑容。婚礼上，我拿着话筒，看着身边的林婉，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亲情，8年前我被人扫地出门，一无所有，所有人都嘲笑我，只有你放弃了城里的高薪工作，回到村里陪我住茅草屋，陪我开荒，陪我走过了所有的风雨和低谷。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了多大的企业，而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娶到了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晴晴，谢谢你。”林婉泪流满面，紧紧抱住了我。全场的村民们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漫天的花瓣从无人机上缓缓飘落，落在了他们身上。这场没有奢华排场的婚礼，却成了所有人心里最完美、最动人的婚礼。夕阳西下，我牵着林婉的手，走在茶园的小路上，身后是全村人的欢声笑语，身前是漫山遍野的春光。婚后，我的目光没有局限在国内市场，而是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可在国际高端茶叶市场却一直没有话语权，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欧洲的几大百年茶企手里。他们利用严苛的农残壁垒，制定双重标准，打压中国茶叶，甚至在国际上散布谣言，说中国的茶叶农残超标，品质低劣。我一直憋着一股劲，我想让中国的好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生态茶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茶。我带着自己的云雾金针、东方美人茶等产品，报名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世界茶叶博览会。这是全球最顶级的茶叶行业展会，汇聚了全世界的顶尖茶企。可没想到，展会还没开始，我就遭遇了重重阻碍。欧洲的几大百年茶企得知我要来参加展会，害怕我的产品冲击他们的市场地位，竟然联手起来，试图封杀黑龙岭的茶叶。他们利用自己在行业里的影响力，向展会主办方施压，试图取消我的参展资格，甚至联合当地的进口商和经销商，禁止他们代理黑龙岭的产品，还在当地的媒体上散布虚假谣言，说中国的茶叶农残超标，不符合欧盟标准，误导消费者。更过分的是，他们还修改了展会的盲测规则，试图在规则上做手脚，打压中国茶叶。面对国际巨头的联手打压和封杀，身边的人都劝我，不行就放弃吧，没必要硬碰硬。可我却没有丝毫退缩。我们中国的茶叶品质过硬，符合甚至远超欧盟的标准，我们没什么好怕的。他们越是封杀，我们越要站出去，让全世界都看看中国好茶的真正实力。我带着完整的 SGS 欧盟标准全项检测报告，带着自己的茶叶，如期飞往了德国，决定正面硬刚这些国际巨头。飞机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我拿着行李箱走出机场，看着远处的展会场馆，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世界茶叶博览会在德国科隆如期开幕，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上千家茶企汇聚于此，同台竞技。我的展位在不起眼的角落，可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首先，我公布了自己产品的 SGS 检测报告，248项欧盟农残检测指标全部为0，重金属含量也远低于欧盟标准，完美打破了国际巨头散布的中国茶叶农残超标的谣言，震惊了全场。很多参展商和观众都来到我的展位，品尝我带来的云雾金针。沸水注入，牙头在杯中直立，茶汤金黄透亮，入口鲜爽绵柔，兰香馥郁，回甘持久。所有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我的展位前每天都排起长龙，可真正的考验是本届博览会的全球顶级茶叶盲测大赛。这是博览会最具含金量的赛事，来自全球的上百款顶级茶叶，去掉品牌和包装，由全球顶级的品茶师、评委进行盲评打分，最终评选出全场最高金奖。欧洲的几大百年茶企都派出了自己的王牌产品参赛，志在必得。我也带着自己的云雾金针报名参加了比赛。盲测现场，评委们不知道每一杯茶的品牌、产地，只能根据茶汤的香气、口感、回甘、内含物质等维度进行匿名打分。经过整整5轮的筛选和比拼，我的云雾金针一路过关斩将，以绝对的优势冲进了最终的决赛。最终的评审结果公布，我的云雾金针以98.6的全场最高分，击败了欧洲的百年红茶品牌，斩获了本届博览会唯一的最高金奖。当主持人念出金奖得主来自中国的黑龙岭云雾金针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走上颁奖台，从评委手里接过金奖奖杯，高高举起。我对着全场的观众用流利的英语说：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今天我把中国的好茶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上，未来我们会让更多的中国好茶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爱上中国茶。全场再次掌声雷动，很多海外华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颁奖结束后，全球各地的经销商纷纷围住了我，想要签下海外代理权。曾经联手封杀我的国际巨头也派人过来，想要寻求合作。斩获世界茶叶博览会最高金奖之后，黑龙岭茶叶彻底打响了国际知名度。一夜之间，黑龙岭的名字传遍了全球茶叶行业。来自欧洲、东南亚、北美、中东的海外经销商纷纷找上门来，通过邮件、电话、实地拜访等各种方式，想要签下黑龙岭茶叶在当地的独家代理权。我的办公室里每天都堆满了合作意向书，海外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仅仅展会结束后的1个月，就签下了上亿的海外订单。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我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子的村民
一起种植生态茶，让更多的人吃上了茶叶这碗饭。随着海外市场的打开，黑龙岭农业集团的估值一路飙升，国内顶级的投资机构红杉、高瓴、IDG 等都纷纷找上门来，想要投资黑龙岭，抢着来送钱。曾经我连几万块的银行贷款都批不下来，被信用社行长嘲讽肉包子打狗，如今却成了顶级投资机构争相追捧的财神爷。投资机构的合伙人们专程飞到村里排队和我见面，给出的估值一个比一个高，投资条款一个比一个优厚，只求能拿到一个投资名额。面对蜂拥而至的投资机构，我没有被冲昏头脑，我冷静的筛选，只接受了2家专注于农业领域，能给集团带来产业资源的投资机构，拒绝了大部分只想赚快钱的财务投资。我很清楚自己做的是农业，是实业，不是资本游戏，必须坚守初心，不能被资本裹挟。融资完成后，黑龙岭集团的估值突破了50亿，我也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农村创业者成了名副其实的行业大佬。可我依旧住在村里，每天依旧会去茶园里走走，依旧穿着朴素的工服和村民们一起采茶制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看着我穿着工服在茶园里和村民们一起采茶的样子，感慨地说：陆总，你才是真正能做大事的人。集团完成了融资，正式启动了上市流程。所有人都觉得我首先要做的是给自己套现，实现财富自由。可我做的第一件事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我首先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给一路跟随我的老员工、合作社的核心村民、技术团队的骨干们分发了巨额的期权。从跟着我一起开荒的老保安，到制茶车间的老师傅，从合作社的村民代表，到深加工工厂的技术工人，只要是踏踏实实跟着我干了3年以上的，都拿到了相应的期权。这些期权一旦公司上市，就会变成巨额的财富。很多跟着我的老员工，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黑龙岭能有今天，不是我陆晨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一起拼出来的。发展的红利应该让每一个付出的人都能共享。拿到期权的员工和村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一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工人，有一天也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能分享公司发展的红利。所有人都更加坚定了要好好干下去。除了给员工分发期权，我还做了第2件事，个人出资1000万，设立了黑龙岭乡村教育基金。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我深知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可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没钱，不得不辍学打工。很多乡村学校教学设施落后，留不住好老师。这个1000万级的教育基金主要用于3个方面：一是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包揽他们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让一个孩子因为没钱而失学；二是给乡村学校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改善教学环境；三是设立乡村教师补贴，提高乡村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好老师愿意留在山里教书。除此之外，基金还设立了专项奖学金，资助那些报考农业专业，愿意毕业后回到乡村投身农业的大学生，培养新一代的生态农业科研人才，反哺这片养育他的大山。基金揭牌仪式上，山里的孩子们给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进了一个标准的队里。我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眼睛，像是看见了祖国大好江山的美好未来。5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天，黑龙岭茶叶集团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3157，成为了国内生态茶第一股。上市敲钟仪式现场，我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意气风发地站在敲钟台上。我的身边站着妻子林婉，还有一路跟随我的老员工、村民代表、合作社的农户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自豪的笑容。上午9点半，随着我和众人一起敲响了上市的铜钟，漫天的彩带从空中飘落，大屏幕上黑龙岭的股票代码正式亮相，开盘即涨停，市值瞬间突破100亿。现场掌声雷动，闪光灯不停闪烁，记录下了这个属于中国茶行业的历史性时刻。从8年前被表哥用2万块钱扫地出门，一无所有，被全村人当成笑话，到今天站在上交所的敲钟台上，执掌1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成为了中国生态茶行业的领军人物。我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靠着对土地的敬畏，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对初心的坚守，完成了这场人生的逆袭。敲钟仪式结束后，无数的媒体记者围了上来，把话筒递到我面前。陆晨先生，请问您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黑龙岭茶叶上市之后，您最想做的事又是什么呢？我拿着话筒笑着说，此刻最大的感受是感恩，感恩这片土地，感恩一路跟随我的乡亲们，感恩我的妻子一直陪在我身边。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生态种植的初心，做好中国茶，讲好中国茶故事，带动更多的乡村实现共同富裕。面对蜂拥而至的庆功宴、采访、商务应酬，我都一一婉拒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聚光灯的人，我的根永远在茶山，在乡村。敲钟仪式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林婉坐上了飞回村里的飞机，没有丝毫留恋。第2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换回了穿了10几年的旧工服，带着林婉还有年幼的女儿，回到了熟悉的黑龙岭茶山。清晨的茶山，云雾缭绕，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泥土的清香。我牵着女儿的小手，走在茶园的小路上，教她认识茶树，告诉她茶叶是怎么生长的，怎么从一片鲜叶变成一杯好茶。女儿用稚嫩的小手轻轻摸着茶树的嫩芽，好奇地问：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老板，是亿万富翁，为什么你还要每天来茶园里干活呀？我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认真地说：爸爸不是什么大老板，只是一个种茶人。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凭空来的，是这片土地给我们的。无论爸爸走多远，站得多高，都不能忘了根，不能忘了对土地的敬畏。
女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把手里刚摘的茶芽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竹篓里。我站起身，看着眼前的万亩茶园，看着村里家家户户崭新的房子，看着平整的柏油马路，看着学校里孩子们奔跑的身影，看着村民们脸上富足的笑容，心里无比踏实。13年的时间，我把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变成了万亩生态茶园。我从一个被扫地出门的穷小子，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带动了整个村子、整个乡镇，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让成千上万的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我见过了资本市场的繁华，经历了国际舞台的高光，可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到这片茶山，回到这片养育我的土地上。我深知，真正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市值和身价，不是奖杯和荣誉，而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初心的坚守，对身边人的珍惜，是这片绿水青山，是家家户户的欢声笑语。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万亩茶园上，茶香随风飘荡，绵延不绝，生生不息。